好，大家一直问，赶快来录一集吧。好，今天的快报会很快，我们就快速讲几个这个周末出来的消息。那其实也是大家询问度蛮高的，然后也很多人一直传私讯给我。那我们就先来一次把它讲完吧。OK， 第一我们会讲到 Apple Watch SE， 再会讲到 iPhone 12系列的续航力又有新的测试流出来，大家应该会很满意。那最后就是有关于 AirPower 的设计图。OK， 那我们就先来讲 Apple Watch SE， 因为这个有蛮多人在问，应不应该现在买 Apple Watch Series 3，或者有人说该不该现在买 Series 5，还是等到出来的时候。其实先撇开就是现在传出来的消息，当你知道一个产品快要推出的时候，如果没有使用上的需求了，因为我觉得一般来讲 iPhone 跟 Apple Watch 它都并不是一个生产力工具，那很多人可能身边已经有一个前一代的 iPhone 或是前一代的 Apple Watch， 当然你就是等。那 Apple Watch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的话，那当然这也不是一个必要性的东西，如果你就是想要尝试跟玩一玩的话，当然就是等到它最新的出来的时候。那这个并不代表说你就是要买最新的那一款，因为新东西出来，旧的东西通常就会降价。好，那我们就来讲 Apple Watch SE， 这个有两个不同的爆料者讲一些规格出来 ，OK， 但是有一些很类似的地方，有一些相呼应的地方。因为有很多人在问，那我们就来讲。Komiya 他讲的是说，它的设计会是像是 Series 3的设计，那它会取代掉目前的 Series 3，那它里面的晶片会升级成 S6 的晶片，还有 W4 的晶片。但是另外一个爆料者所说的是，他会使用 S5 的晶片跟 W3 的晶片。那我这边要讲一下，以我现在用旧款的 Series 3，我把它升级到 watchOS 7，不管它用的是 S5 或是 S6 的晶片，或者甚至现在 S3 的晶片，在 watchOS 7的状况下都是非常的顺畅。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可能有一些顾虑的人，想知道说是 S6 或是 S5， 其实不用想太多，这两个晶片都会非常快。然后他说全系列都会有16GB 的储存容量。然后它的材质选择就是只有铝制的，那这个跟现在一样。那他说数位表冠的部分会有 haptic feedback， 可是这一点不确定。那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实体按钮 ，OK。然后 Bluetooth 5.0， 国际紧急电话播出，他说可是这个是在 LTE 的版本，他说是明年3月出来。然后价格方面会跟现在的 Series 3一样，就是200块美金。那另外一个爆料者他所提到有差异的部分，那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有讲到的晶片，那第二个就是上市的日期。他讲的是说会在今年底上市。再来在价格的部分，他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讲法，他说光是 GPS 版的话，就是跟现在 Series 3一样的价格，200块美金。那如果有 LTE 版的话，那就会再加100块，变成299块美金。所以不管这两个爆料者讲的上市的日期是今年底或是明年3月，重点就是你现在想要买的话都先不要买，就是至少等到发表会或是 Series 6发表之后再来决定。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 iPhone 12的电池续航力。那这个有很多人跟我讲，那我上礼拜有看到。那这个部分比较可惜，就是说到目前录制为止，我还没有办法跟我的消息来源确认这一点。OK， 可是因为有两个不同的人讲出来这个。他们讲的方式不一样，一个是专注在它的晶片的省效能力，另外一个讲的是电池续航力的测试，所以这两个交叉比对起来，况且他们的准确度都还蛮高的，大家都在问，我这边就跟大家讲，他说 iPhone 12 Pro Max 的电池续航力会多于 iPhone 11 Pro Max 2个小时又50分钟。哇，这个听起来真的是有点难以置信，尤其我们现在知道的电池容量有缩小。那另外一个人的讲法是说 A14 的晶片本身，这边讲就不是确切的电池续航力，他说在电池效能省效上面可以省20到30%。以我们先前看，就是它的电池整体容量是小大约10%上下这样子。那整体省效如果到20到30%，那就很有可能在实际使用的续航力上面会高于先前的11 Pro Max。哇，这个我会非常期待，因为如果新的时刻如果又有5G， 然后新的晶片，然后整体的效能提升，新的相机，然后续航力又会比先前的11 Pro Max 还要好的话，那我相信对很多更换的人都很有吸引力。但另一点就是大家在期待的120Hz ProMotion， 现在有更多方的消息传出来说是一定没有可能。那当然我还是抱最后一丝丝希望啦。好，那最后我们就来讲到这个 AirPower 的一个 3D 透视图，这个是 Komiya 分享出来的。透视图看起来真实性大概也很难确定，可是我拿这个透视图去比对先前 AirPower 要出来前的专利设计图，那看起来它线圈摆设的位置也是一样。那从这一点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基本上先前要出了 AirPower， 那现在他们找到解决办法，现在出来，但是整体的设计上我们不会看到什么大改变。这是好还是坏？我觉得这也不是坏啦，因为其实2-3年前苹果所展示出来的功能，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家无线充电厂可以办得到。那就算他们已经晚了3年了，
这个对现在的无线充电科技来讲，还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可是当然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把很多这类的功能绑在他们自己的生态链里面。那我要看到的就是它在实际的充电效能上有没有比较快，因为我先前测试过非常多款的无线充电，发现到了就算同为7.5瓦，因为里面使用的晶片还有散热设计的不同，它在效能上都会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AirPower 价格，如果它的充电功率没有办法达到7.5瓦以上，就只是单纯的让它可以做多装置充电的话，然后之间可以做沟通，那我觉得这个价格对很多人来讲意义可能不大。好，那今天的第一个问题讨论就是 Apple Watch SE。那现在我们知道可能会配上 S5 或 S6 的晶片，那它设计会遵循到先前 Series 3的设计，然后它会提供 LTE 的版本。这个价格$200到$300之间，对你们有没有吸引力？好，那今天就一个问题，我觉得 iPhone 12的问题等我可以再确认更多之后，我们再回来讨论。好，那今天的快报很快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